你知道的，人间百味，我都想要和你一起品尝。接下来是股市消息，长盛集团董事长盛远山与其妻子副董事长常月晓离婚诉讼案一事持续发酵。截至昨日收盘，长盛集团股价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近2日市值已蒸发近300亿。长盛集团于今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动公告，并表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内部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但从市场反应来看，股民普遍对董事离婚带来的经营环境重大变化并不乐观。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毕竟光靠盯着电脑屏幕是无法写完结案陈词的。这个案子被你们打到了发回重审，最艰难的地方都已经过去，怎么反而在这时候紧张？你们的辩护思路我和翟星都看过，没什么问题。虽然无罪不可能，但改判还是很有希望的。这是你第一次打重审的案子，有些举棋不定，再正常不过。所以你们寻求翟星的建议时，我便提出和他一起看看。其实，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忙。你希望我能遇到问题时主动寻求你的帮助，我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偶尔，我也想被你麻烦一下。时间也不早了，放心了的话，不如明天再开始写结案陈词，今天就先去休息。明天是第2次诉前调解，我想将材料都再检查一遍。
怎么了？我看起来有些苦恼吗？啊，这个案子标的很大，涉及分割的财产十分庞杂。盛先生同他妻子白手起家，共同创立长盛，两个人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他们的股权相差不大，也都不可能主动放弃经营权。长盛集团是知名企业，又是上市公司，创立者还是他们夫妻二人。一旦离婚的消息被媒体大肆报道，必然会导致股价下跌，到时候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尘埃落定，能坚持到那时候吗？喂，我拿到判决书了。改判是改判了，虽然还是对我们千恩万谢的，但多少会有些失望吧。别傻了，今天只是宣判，就算你到场也改变不了什么呀。更何况你前段时间一直那么投入，生病都还瞒着我们所有人来律所，早就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比起这个案子，有另一件事你更需要知道。左律师他好像遇到麻烦了。喂，你还在吗？你在听吗？左律师被告了，说是违反了律师职业纪律规范，挑讼什么的。你别太担心哈，说不定没什么事呢。那可是左律师，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哦，没事。雨下得太突然，伞又在车上，好在没几步路，只是看起来有些狼狈。实际上，我没怎么淋湿。我先去换一下衣服，等我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好好聊聊。
是不是已经知道判决结果了？重审没有达到最理想的量刑，挫败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觉得不甘，别憋在心里。原来你已经知道了。我还一直在想该怎么告诉你。其实还没有到起诉那一步，我只是收到了一封来自长盛集团法务部的律师函，或者更应该称之为警告信。律师函上说，在他们收集完所有的证据后，就要向我正式提起诉讼，指控我为了获得高额律师费，罔顾当事人的真实意愿，鼓动他与妻子离婚，恶意挑讼，是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违法行为。是，将合法合规的离婚诉讼扭曲成一个黑心律师出于对利益的贪婪，在背后挑拨操纵的手段，既能证明夫妻关系并没破裂，还打造了一个受害者形象，以此来挽回市场对长盛的信心。可一段能被一个无良律师所动摇的婚姻，能有多牢不可破呢？或许吧。长盛集团现在处于风口浪尖上，正需要更大的热度来掩盖之前的事情。一个家世显赫又胜率几近完美的律师，实际卑鄙无耻，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故事，肯定很有话题度。这个案件的性质比较敏感，如果由我为自己辩护，只怕会适得其反。我希望能由你来做我的代理律师，帮我应诉。所以你真正的顾虑，其实是我。我知道，可我还是更希望能由你来。代理人和当事人之间需要绝对的信任，而我最信赖的就是你。真的。你真的想让翟星负责我的案子吗？这个案子关乎着我的名声、职业资格，甚至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交给翟星，你真的能放心吗？
先别急着回答，你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案子关乎着我的事业发展，本来就该我们共同决定。等等，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是说好了，当我抛下所有顾忌和思虑的时候，会和我一起面对这一切吗？这才是你真实的想法，对吗？我之前问你的时候，你没有回答，但其实你就是在顾虑我，才不想接这个案子。否则你不会一直纠缠在自己没有经验这件事上。如果当事人不是我，相同的情境下，你一定会说，虽然自己的经验不足，但谁都有第一次。你不会为这样的挑战而裹足不前，你会迎难而上。而至于所谓匮乏的经验，也能在实战中积累学习。明明这才是你。那如果我只是你的当事人呢？把我当做一个只是需要你的专业帮助的人吧。如果你在因为失败的可能而犹豫开始，那就只站在律师的距离，考虑当事人的得失好了。至于在案件之外，左然这个人会承受的负担，都并不在律师你应该考虑的范围内。我想我的未婚妻，她也一定会希望我能将自己的案子交给一个自己全心信赖的律师。毕竟在这个世上，只有这位律师会全心将我的荣辱利益视作他自己的，并为此奋斗，拼尽全力。是，我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他。更重要的是，虽然我不喜欢没有把握的事，但如果一定要赌，我会把我的赌注放在他的身上，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让我输。只不过前面不一定是光明坦途，或许还会有比现在更猛烈的风雨。说不定我们会因此陷入无法挣脱的泥淖，变得狼狈不堪，甚至为人不齿。但即使明知前路坎坷，我还是想要为了自己的私心问他，在了解这一切之后，他还愿意为我而战吗？
没问题。用这支吧。之前盛远山来到特弥斯律所，委托我代理他的离婚案。但在长盛集团由于离婚的新闻被大肆报道，股价下跌，市值动荡之后，他改变了想法，决定撤诉，并以恶意挑讼为由，将我告上法庭。都不是。我想这应该是那位副董事长常月晓女士的手笔。这是离婚案，虽然常月晓是被告，但是如果她不配合，常盛的律师函就不会是那样的措辞。要否认离婚出自本心，必须是两个人达成一致。如果盛远山有可以说服自己妻子的手段，也不会找我来打离婚诉讼了。那么，如果真走到诉讼这一步，他们胜诉的几率反而不大，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不过本来他们的目的也并非是诉讼，而是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的舆论场。利用舆论来审判，说不定就能将我彻底钉在耻辱柱上。比起真正的诉讼，可以说是一本万利。还记得林先生吗？我想很快就会有不少像当初的他那样的人出现，自称是我的委托人，为我罗织各种各样的罪名。比如我的父亲，有可能为我在某一场诉讼托了人情走了后门。还有我母亲，会不会也利用了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为我扫清了什么障碍呢？我所谓99.9%的胜率，也不过是一种注了水的包装。这应该是许多人喜闻乐见的故事吧。不错，等之后追究法律责任的时候，也可以有的放矢。还有，我希望是我吵醒你了吗？我有些睡不着，本来打算看会儿资料酝酿睡意。翟星联系我说，舆情监测到一些异常，想着既然也很难睡着了，不如直接去一趟律所，这样也不会吵到你。但外面还下着雨，你的身体好。
那我们一起去。什么？那要不要在这里继续谈谈我们之前没聊完的话题？当时在书房，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你只是在担心我而已，这并不是值得道歉的事情。相反，或许这件事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错了，我不该提议那些。但是比起所谓的专业和那些说起来很好听的职业操守，最重要的其实是要为自己的当事人做最有利的选择。以这个衡量标准来看，不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从你了解这个案件到现在，从没问过我到底有没有做过他们说的那些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迅速做出对方不会纠缠诉讼，而是要打舆论战的判断。可我们是律师，要讲究证据。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份信任，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朝夕相处的过往，也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剥离开的，不属于当事人和代理人身份的其他部分。我们好像忽略了一点，正是那些过往，才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所以之前在书房里的尝试才会那么艰难，因为现在的我们早已成为难以分割的一体。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有些应景。Belas belada estla， 这是一句拉丁谚语，相关的译文有很多。我偏爱的版本是：寻思苦虑，终抵繁星。我们都不要再管那些所谓的距离和界限了，好吗？要想趟过这无穷无尽的暴雨乱流，安然无恙地抵达天际的尽头，我
我们必须并肩作战。哦，你饿了？确实该饿了，你一天都没吃什么。这么说来，我也有些……要不要吃个夜宵？吃火锅怎么样？下雨天应该吃一些暖和的。没关系，我们在家里自己煮吧。家里有底料也有食材，很快的。是，虽然我不太能吃辣，但是今天下雨，吃一点有利于去湿气。怎么突然这个表情？帮我把这些洗好的端出去。是很奇怪，你觉得是为什么？什么人设？说不定真是这样。我有时候的确会过分的认真，但是在你面前，我希望自己只是做人，没有什么头衔的那种。这也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要吃火锅。我的印象里，热辣滚烫的食物，似乎总能更快地拉近距离。哦，我是不是又……其实还好，在我可接受的范围内。左律师，你是说这位律师小姐可以担任我的离婚律师？虽然我很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根本就不可能离婚的。我原本以为你们是想找我聊左律师挑送的这件事，既然你们没这个打算，那也没必要继续谈了。常女士，我究竟有没有挑送你很清楚。毕竟将我推出来稳定市场信心这个办法，还是你想出来的。哼。左律师，诱供这一套，
对我来说可没有用。与我合作，你们的筹码是什么？要知道，我手上的可是左律师的整个职业生涯，你们能拿出与之价值相匹配的吗？长盛集团的经营权，对你来说足够匹配吗？你们2位律师不妨有话直说，我们生意人不喜欢拐弯抹角。在我代理盛先生案子期间，曾对长盛集团的年报进行过深入的分析。相比较董事长盛远山，常女士你作为副董事长，不管是在公司的建立还是经营上，都更有建树。我想花费的心血越多，就越不忍心看到他遭受挫折，所以你才会主动找到盛先生决议弹劾，又想出控告我恶意挑衅的方法来挽回企业形象，试图减少损失。怪不得左律师的胜率如此之高，看来老盛的眼光也不是完全不行。这么看来，还好我说服他撤了诉。你可以说服他这一次，但是下一次呢？常女士，你与盛先生夫妻多年，应该更明白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吧？我与他相识短暂，都能看出他是个心智摇摆，且绝对没有这种心计的人。虽然我没有做过任何违背律师道德的事情，但难保不会有其他心怀鬼胎的人发现有机可乘。到了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再次让他回心转意呢？就算他改变主意，做出了和这次一样的选择，市场还会买账你的故技重施吗？这……就算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不找大名鼎鼎的左律师，而要选择这位律师小姐做我的律师呢？我曾经是盛先生的代理律师，虽然他已经撤诉，但依旧身份敏感，并不是一个好选择。而且实不相瞒，找常女士你直接谈判，正是这位律师的想法。恐怕他不会改变主意。主动出击？你是说，与长盛集团谈判？这倒是不难。我是被告，想约受害者见一面，也在常理之中。但是你想和他说些什么？如果没有足够的筹码，恐怕他不会改变主意。与其和我们纠缠，不如让真正的不安定因素出局。你想要说服他断尾求生？别的我都同意，但我恐怕不能出任他的代理律师。虽然之前的离婚诉讼已经撤诉，但我毕竟曾是盛远山的代理律师，这一点到了法庭上，一定会被对方的代理律师大做文章，对我们有害无利。你想不想试试？如果常女士同意我们的提案，我可以给她推荐其他有经验的律师，但这对你来说也是好机会。
在等待回复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先整理一下思路，到时候再发给常女士看看，给她多一点信心。小心。什么？还有这样的说法？既然如此，那就试试从这样的行动里读出我想做些什么吧。嗯？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饿了吧？我正打算做饭。我打算再煮一次火锅。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很忙，冰箱空了大半。好不容易有了时间，我便想着重新整理一下，顺便补充新的。你都忙了一上午，就好好休息。这些事由我来做就好。你想吃什么口味的火锅？要不试试全辣锅？我听说吃辣是可以练出来的。还是试一次吧。你知道的，人间百味，我都想要和你一起品尝。喂，已经上车了吗？那就好。庭审结束后，你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好好休息一下了。判决结果怎么样？可惜是不公开审理，我不能和你一起在现场。这么看来，你不仅为常女士争取到了应得的一切，还完成了之前约定好的那些要求。我一直相信你能做到。这段时间你的付出和努力，也终于都没有白费。
啊，为了庆祝你的大获全胜，我在家里准备了一场晚宴。放心，不是很正式的晚宴，嘉宾只有我们2个人。啊，不，这次不是火锅。至于晚宴的内容，还允许我暂时保密。如果被你这么简单的就猜到了，我可是会觉得有些挫败的。当然，准备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我的父母一直忙于工作，我很少见到他们，更别提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伴侣的相处之道。但自从遇到你之后，我就自然而然在各种尝试中领悟到了很多。比如有的时候日常生活非常需要一些惊喜来调剂，尤其是当2个人越走越近之后。我希望我给你的体验永远都是多姿多彩，大于单调乏味的。更希望我能在让你开心快乐这件事上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好，别着急，慢慢回来。毕竟惊喜总是非常值得等待的。